在我被至亲推向山崖的那一刻，我本能地抓住了身旁的弟弟，我们一同跌落。命运的奇迹是，我幸存了，却与弟弟交换了灵魂。父母的宠爱突然间转移到了我身上，然而现在的我只想要他们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再次睁开眼睛，我已经躺在医院的病榻之上，耳畔是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声：“月月，你终于醒了呀！”她声嘶力竭地呼喊着。我听见他们对着我呼喊着弟弟的称谓，吃力地抬起手臂触摸自己的身体。很快的，我认清并接受了我已成为弟弟的事实。月月，你头还疼吗？身上还痛不痛？母亲关切地询问，但我内心却涌起一股莫名的反感。头还有些疼，我低声回答。这时，父亲将母亲推到一旁，语气中带着斥责：“你就不能安静会儿吗？月月都受伤了，你还嚷嚷！快去看看你那宝贝女儿醒了没？”提到我，母亲脸上又露出不悦的神色。都怪那个惹事的丫头，要不是她拽着我们月月，我们也不至于花这冤枉钱。好了好了，这事以后别提了。父亲不耐烦地打断他。母亲离开后，我才发现自己现在身处单人病房，而我从小到大，即便生病，也从未踏足过医院。病情严重时，也只是在诊所治疗，甚至曾经骨折，都只能在家里静养。与我的境遇截然不同。弟弟从小就是母亲的掌中宝，稍有磕碰便会紧张地带他去诊所。一旦他有个感冒发热，父母便会抛下我，急匆匆地带他赶往医院。在我的记忆中，从未拥有过属于自己的玩具。因为我和弟弟的生日相近，所以我的生日总是在弟弟的生日宴上一起庆祝。然而，生日帽和蜡烛的荣光却从未属于过我。此刻，我躺在病床上，泪水无声地从眼角滑落，但这并非悲伤的泪水，而是因为内心的欢喜而流。父亲见状，慌忙为我拭去泪水，脸上满是疼惜：“孩子，还疼吗？”我轻轻摇头，但脸上却流露出些许惊恐。“爸，我看到是你推了姐姐。”我试图用话语震慑他。“月月！”父亲急忙捂住我的嘴：“别胡说。可是，如果不是他拉着我，我也不会受这么重的伤。”我的语气中带着委屈，这让父亲更加愧疚了。在伺候了10几年弟弟后，我对于模仿弟弟也是手到擒来。“月月，你就是脑子摔坏了，看错了，再不许说这些，听到没有？”我乖巧点点头。爸爸拿起桌上的橘子，刚准备给我剥，病房门却被打开了。我，也就是住在我身体里的弟弟，光着脚走到爸爸面前，手背上的针孔还冒着鲜血，抱住爸爸的胳膊，哭喊着：“爸爸，我才是秦月啊！为什么我变成了这样？爸妈，我是秦月，你们看看我！”我躲在爸爸身后，慌张道：“爸妈，姐姐这是脑子摔坏了吗？”爸妈本就心虚，生怕弟弟再说一些什么不合时宜的话，于是叫来护士给他打了镇定剂。弟弟睡死过去，妈妈才长舒一口气。他爸呀，这妮子是真摔坏脑子了，那他还能记得之前的事吗？爸爸摇摇头：“谁知道呢？不过这样也好，变成精神病了，咱们直接把他关起来就行，也省事儿了。”我藏起笑意，暗暗点头表示赞同。我家住在一个小镇上，同龄的女孩子只有我上学比较晚。我弟弟比我小1岁，但我只能和他同一时间上小学，因为这样妈妈就不用天天很麻烦地接送我。所以我19岁了，还在上高中。
弟弟和我在同一个班级，他在学校从来不会叫我姐姐，他的作业我也要帮他写。被老师发现后，爸妈还会帮他撒谎，就好像我生来就是来服务他的。在学校被他欺负，被他嘲笑，被他使唤，周围所有人都把这一切当成一个笑话来看。就因为我叫秦招娣，历史老师是个好老师，他上课的时候总叫我的课代表，他让我当了课代表，还总对我说学习就是唯一的出路。于是我勤勉学习，成绩也一直属于上等，是稳定发挥就能上大学的那批。从前的我还幻想着我未来的生活，这是我活着的唯一动力。可我的爸妈并没有给过我活下去的机会。1周后，我出院了，除了还不能蹦蹦跳跳以外，其他都好的差不多了。弟弟就惨了，脑袋缝了好几针，腿还好些，但肋骨和胳膊都还疼得厉害，声音因为天天哭也已经说不出话了。本来他还是需要继续住院观察的，但爸妈才没工夫天天为了他跑医院，于是也接他回家静养。时隔1周再见到我，他的眼睛凶得像是要杀了我一样。我在爸妈看不见的地方露出一个挑衅的微笑，问他：姐姐，你还好吗？他恼羞成怒：秦招娣，你给我等着！我故作惊慌：姐，你的脑子真的摔坏了吗？你才是招娣呀，你忘记了吗？爸妈办完出院手续过来搀扶着我，弟弟却只能自己扶着拐杖。月月，你别理他，你姐脑子糊涂了。回家后安顿好，爸妈说外面还有事急着出去，做好了饭菜，招呼我好好吃饭休息后，就急匆匆出门了。我盛了1碗饭，端去了弟弟房间。弟弟颓废地躺在床上，见我来了，他冷嘲热讽道：你这辈子第一次被爸妈爱着吧？抢了我的东西，是不是很爽？你爸妈的爱是什么好东西吗？又脏又恶心，就你稀罕。我放下碗，伸手慢慢掐住他的脖子。弟弟虽然只比我小1岁，但长得人高马大，比我强壮不少。我现在用着他的身体制服一个常年营养不良的人来说十分容易。秦招娣呀，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所以来惩罚你。绝望吧，招娣这名字本来就是你强加给我的，现在我还给你了。他的脸色渐渐变得通红，快要喘不过气的时候，我轻轻放开，随后又用力握紧。秦招娣，我不会放过你的。他双眼通红，额头青劲暴起，快窒息的时候，我又放物。可是很遗憾，你可能等不到那个时候了。你什么意思？弟弟呀，你想不想知道被推下去的时候，我为什么拉着你？他傻愣愣地摇头。因为出门前我不小心听到爸爸欠了别人的钱，想起来早些年给我买的意外险，就想给我制造个意外事故，所以那天我就一直跟在你身边，想着我就算死也要那个垫背的。弟弟沉思片刻，随后恍然大悟，所以他们现在还会杀了我。我笑着点头，对呀，怕了吗？弟弟忍不住恐惧，因为爸妈不会信他，反而会杀了他。他崩溃大哭，姐姐，我错了，你救救我好不好？我不想死啊，我真的错了，我对不起你，救你。弟弟，恐怕你只能自己救自己。回家已经1个月了，爸妈还是早出晚归，不知道在忙什么。我的伤好的差不多了，弟弟恢复得慢些，毕竟是在我那柔弱不堪的身体里，能活着都是万幸。只不过爸妈最近对弟弟的态度倒是转变不少，天天寒问暖，还炖了骨头汤。事出反常，天必有妖。我暗暗提醒弟弟，他却不以为然，还很高兴，说爸妈以前就是这么对他的。果然没几天，家里来了几位陌生人。从来的人口中，我们了解到这是位媒婆。
弟弟慌了起来，破口大骂，吼着谁家女儿19岁就嫁人，还把媒婆也骂了一顿。爸妈都黑了脸，妈妈赶紧把弟弟拉回了卧室。爸爸陪着笑脸道：张妈妈，您别生气啊，小孩子脾气一时半会还接受不了，还请您帮忙劝着点。张妈妈满脸褶皱，被骂了不怒反笑，笑起来的时候褶子更深了，看起来极为吓人。她说：好，没关系的，秦老板，这种小丫头我见多了，最后没一个反抗的，你就放心交给我。爸爸领着媒婆去了弟弟的房间，我也进去凑热闹，结果连带着爸妈都被赶了出来。我们3人在客厅里等着。没一会，房间里就传来了摔东西的声音和媒婆的惨叫声。我捂着嘴在他们的身后偷笑，笑完又感慨，还好倒霉的不是自己。媒婆出来的时候，额头上破了一块皮，哪怕是经历过大风大浪，她也还是被吓得不轻。秦老板，您家这闺女，我实在无能为力，你自己看着办吧。日子定在9月9，只要你能说好了，人家的定金马上到账。爸爸连忙点头。媒婆走后，爸爸变了脸色，抽下自己的皮带进了弟弟房间，痛哭声和皮带抽打的声音混合在一起。弟弟跑了出来，爸爸在身后追着打：你个白眼狼，老子养你这么大，现在还你孝顺我们怎么了？看到弟弟被打，我又想起了小时候，我也是被这么打着长大的。很小的时候不懂事，总觉得怎么弟弟有这么多好的，而我连衣服都是弟弟穿淘汰的。很小，还很脏，黑色也不是我喜欢的颜色。一开始反驳，说不要，说他们坏，就会被打。再后来就被打老实了，不敢反抗，不敢不听话。看到弟弟被打，我有点莫名的爽。弟弟，我记得你从小到大都是笑着看我被打的。弟弟那副身体的体力自然是没爸爸强，被爸爸抓住后又是一顿暴揍，腿上红肿的伤痕一条压着一条。他爬在地上看着我，声音嘶哑道：我不要，爸爸，我是秦月啊，我是月月，我一个男的怎么嫁人啊？打死我都不要，有本事你们打死我，我绝对不可能嫁给一个死人，嫁给死人。我差点以为自己幻听了，只听爸爸怒道：你个贱蹄子，又在说什么胡话，疯疯癫癫的，你这种精神不正常的，嫁给死人还不好吗？他家白给你钱，你也不用伺候人，每天还有人同候你，况且他家还给我们那么多钱，这么好的事还嫌弃。弟弟彻底崩溃，指着爸爸口不择言：你才精神不正常，你这个杀人犯，这么好的事你这么不让你老婆嫁呀？爸爸气得脸红脖子粗，抓住弟弟又是一顿皮鞭。等哭晕过去了，绑起手脚扔进了房间。不管了，咱们可等不了了，通知张妈妈就好。妈妈看着我叹了口气，这闺女真是不省心。看着眼前这一幕，我只觉得恶心。如果我没和弟弟互换身体，如今要嫁给死人的就是我。爸爸妈妈回了房间，我趁机溜进弟弟房间，他已经醒了，整个人缩在被子里不敢出来。弟弟，我小声叫他，别灰心，还有机会。他从被子里露出一个头，眼睛红肿，嘴角也渗着血，看上去吧，可怜极了。姐，求求你救救我，我真的变成你了，没有人信我了，我只有你。姐，求你帮帮我。我伸手擦去他嘴角的血渍，表示同情。我可帮不了你，能帮你的只有你自己。他泪眼婆娑看着我，姐姐，我明白了。他又说对不起。我笑了笑，他情感真挚，但我不太想接受。很快到了9月，爸妈不再早出晚归，反而是在家天天看着弟弟。弟弟也不再哭闹，对爸妈
一改往日的恶劣态度，变得恭敬起来。起初爸妈还怕这是他使得什么伎俩，后来听到弟弟亲口说想通了，这才慢慢信了他。因为是阴婚，娘家也不必办出嫁宴，等待吉时，穿着喜服直接接去拜堂。出嫁前一天，弟弟说舍不得爸妈，感谢爸妈养大他，他要亲自下厨为爸妈做最后顿饭。我附和道，就让姐姐再为我们做一顿饭吧，等姐姐嫁出去了，我们再也吃不上她做的饭了。爸妈相视一眼，欣慰道，好啊，闺女总算是长大了。这天我找了个借口出去玩，我站在门口看了她一眼，她意味深长地看着我，随后进了厨房。晚上回来的路上，附近的人都在说我家出事了，警车停在我家门口，房子一圈被警戒线围了起来。我慌张跑回家，一台戏做足，连哭带嚎。警察劝我冷静，先去医院。一路上听了警察说的，我才了解是煮面滴水溢出，浇灭了燃气，导致燃气泄漏。爸爸没发现，还在客厅里点燃了一支烟，随后发生爆炸。弟弟出去买食材不在家，他交代给爸爸厨房里煮了东西，但爸爸看电视忘了。妈妈在卧室，伤的没有爸爸重，但冲击波炸倒了房屋，妈妈被墙倒昏迷不醒，爸爸受伤最严重，面目全非，浑身多处烧伤。警察又问了我许多问题，包括暑假我和弟弟都掉下悬崖的事。我告诉他是我贪玩，不小心踩空，姐姐想拉住我，没想到都滑下去了。又问我今天为什么出去。我打开手机，翻出和朋友前几天的聊天记录，告诉他好几天前就约好了。我来到医院后，又抱着弟弟哭了一场。一些了解情况的路人对我们姐弟投来了同情的目光。阴婚顺理成章失败了，因延误了吉时，张妈妈被好一顿骂，1毛钱都没拿到。她还想跑来医院骂人，但发现夫妻俩连醒来都是问题，就又骂骂咧咧回去了。我家现在也住不了人，在医院住了几晚后，爸妈的好友程叔叔就来医院接我们，还垫付了一部分医药费。程叔叔和爸爸之前一起做生意，不过没成功，后来就分开单干了。看见程叔叔弟弟高兴得不行，程叔叔对他一直很好，他对程叔叔很亲。可是现在我才是秦月，可怜的弟弟，爸爸浑身烧伤，重度昏迷，人还躺在 ICU。 妈妈在重症待了2天就出来了，只是说脑损伤，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了，只不过不知道什么时候醒来。我和弟弟也住进了程叔叔家。程叔叔没老婆，听爸爸说过他是结过2次婚，都离了，然后至今单身，身边也没孩。他给我和弟弟一人安排了一个房间，我的是一间蓝色的，弟弟的是粉色。我问他家里没有孩子，怎么还有2个儿童房？他说前妻的是儿子，2婚的女儿，离婚后孩子都被带走了，弟弟还没习惯当好秦招娣的角色，很热情地和程叔叔聊天，问他为什么离了2次。程叔叔笑着道，都不合适，在一起生活也总吵架。弟弟似懂非懂地点头。程叔叔继续说道，你们就放心在我这里住下吧，医院那里我会帮你们操心着，该上学了就去上，不要害怕，不要急，爸爸妈妈一定会好起来的。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摸了摸弟弟的头，好了，快去收拾一下吧。我和弟弟交换了一个眼神，听着这些安慰的话，心想还是永远别醒来的好。噩耗传来的很快，是妈妈醒了，不过好消息是妈妈脑受损，失去了语言功能，记忆错乱，时好时坏。爸爸虽然已经转到了普通病房，但能不能醒来还要看造化。
我们去的时候，爸爸妈妈都躺在病房里，弟弟站在门口不敢靠近。我走到妈妈身边，妈妈的手指动了动，嘴巴张开，发出轻微的一声啊。妈妈，你还好吗？妈妈的眼角落下一滴泪，我伸手替她擦去，终于对她说出了真相。妈妈，你猜一下，为什么会煤气泄漏？或者说，以为我真的是你的宝贝儿子吗？她眼神呆住，我明白她是听懂了。妈妈，其实我是招娣呀。那次坠崖，你们想杀了的孩子，变成了你最宝贝的孩子。妈妈嘴里又开始啊啊乱叫，弟弟也走过来，看向妈妈的眼神格外冰冷。妈，我才是秦月，可是一切都晚了。如果不杀了人，你们，我会没命的。当初我说了几百遍，我才是秦月，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弟弟哭了，哭了一会儿，又笑了起来。精神已然崩溃，都是你们造孽，才会让我变成这副鬼样子中。妈妈嘴里乱叫着，眼泪也止不住的流。后悔了吗？知道你们这几个月天天折磨的人是最亲爱的儿子。妈妈，你一定很痛苦吧？可是如此痛苦的日子，我可是过了19年。我带着弟弟离开了，隔天就传来了2个好消息。爸爸没醒过来，失去了生命体征。妈妈急火攻心，心脏骤停，睁着眼睛去的，死不瞑目。爸妈的丧尸是程叔叔一手操办的，我们因此休学1个月，等所有的后事处理好。已经是10月份了，程叔叔依旧让我们住他家里，说以后他来照顾我们姐弟俩。我和弟弟又开始去上学。得知我家的惨案后，学校里的学生和老师们都带着同情和怜悯看着我，除了那几个曾经喜欢欺负霸凌我的人，那些人是和弟弟混在一起的。弟弟在学校不务正业，喜欢打架，于是在学校欺负我时，跟他一伙的也把我当成霸凌对象。放学后，我果然没看到弟弟的身影，悄悄来到厕所后，弟弟就像从前的我一样，被几个人围在厕所里，头发和校服已经湿了，脸也青了一块。秦招娣，几个月没见，我们可想死你了。弟弟咬牙切齿地看着他们，又被一人扯住了头发。哟，长本事了，敢瞪人了。弟弟那暴躁的脾气自然不会忍气吞声，站起来把抓着他的人用力推了出去，又抓着几个女生的头发使劲按在地上。男生上去拽他，他一扭头狠狠咬住男生的胳膊，男生顿时疼得大叫。在想反击的时候，我冲了进去。秦月这副身躯唯一的优点就是结实，哪怕我不会什么打斗技巧，光是埋头猛冲对方也承受不住。这个男生是最爱欺负我的，我使劲拿拳头捶他的脸。还有一个最喜欢泼我水的女生，我按住她的头到洗拖把的桶里。一场乱斗结束，几人红着脸对我喊道：秦月，你他妈脑子真摔坏了吗？以前你不是也欺负不解吗？以前是以前，现在谁敢动秦招娣，我跟谁拼命。我说这话的时候，其实很想哭，并且浑身发抖，又害怕又兴奋。我终于救了我自己。秦月，你给我等着。等人走后，我把衣服脱下来披到弟弟身上。我实在见不得我的身体被欺负的样子。姐，弟弟楚楚可怜地看着我。以前，对不起，我不是个东西，我并不需要任何人的道歉。因为这些痛苦不是一句抱歉就能原谅的。如果不是因为他变成了秦招娣，他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有错。当然，我还是选择原谅他。隔天上学，我和弟弟刚进教室就被班长叫到了老师办公室。办公室里很热闹，除了有昨天欺负我俩的同学，还有他们的家长和几个学校领导。霸凌的同学反咬我俩一口，喝了拖把水的女生哭着说：
是秦昭娣和他们发生了口角，然后放学后把他们骗去厕所，还叫来了我，也就是秦月，一起来欺负他们。其他几人连连点头附和。班主任问我，他们说的都属实吗？那几人藏在父母身后，但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为首的女生露出得逞的笑容，那是我很熟悉的表情。从前她捉弄我成功的时候也是如此得意，但今天她要失望了。不是这样的，他们在说谎。我如实对老师道，是他们欺负我姐姐，我去上厕所的时候看到的，然后我就进去救姐姐。我承认我也打人了，但是是他们先霸凌我姐姐。你这学生满口谎话，对方的家长上来推操我，爸妈死了就没人管你们了是吧？这么没教养，这位家长，请注意你的言辞。班主任出面制止。秦月，你说到底怎么回事？我拉起弟弟的胳膊，撸起衣袖，上面青一块紫一块。秦昭娣常年被他们霸凌，从前是我不对，默默纵容他们伤害姐姐，现在我和姐姐相依为命，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我姐姐。我在众目睽睽下拿出了程叔叔买给我的手机，这在我们学校属于违禁品，但我等的就是这天。这是昨晚放学后我在学校厕所拍的，视频里播放着他们几人对着秦昭娣拳打脚踢，拽着头发泼脏水等等行为。校领导勃然大怒，家长们则面红耳赤，转身对着自己孩子就是一耳光，吼道：你在学校里就学的这些吗？那还不是你们这父母当得好啊。我笑着道，你能教育出这种没素质没教养的孩子不是理所当然。家长彻底失去理智，冲过来想打我，但被一群老师和领导拦住了。班主任让我和秦昭娣先回去。出了办公室，弟弟才喘了一口大气。姐，你刚才的样子真的好酷。我只是呵呵一笑，还不是拜你所赐。这场霸凌的结局以动手的一男一女开除劝退，没动手的从犯流荡停课加检讨结束。这件事后，我成了同学们心中的英雄。弟弟用着我的身份渐渐融进了集体生活。很快到了寒假，这个学期我也开始以弟弟的狠身份学习，成绩也有了大进步。起初大家表示难以置信，但很快同学们说肯定是我醒悟了，想成为一个好学生了。而弟弟用着我的身份在学习，想要维持以往的成绩倒是很艰难。不过同学们还是给他也找了个借口，说他肯定是因为要照顾弟弟，再加上父母去世，自己又被欺负，学习跟不上了。期末考试的成绩单拿回家时，程叔叔安慰弟弟考不上大学也没关系，大专也是一样的，再不济程叔叔养。又是一年春节，以往的春节我除了干活，其他什么娱乐活动都轮不到我。今年不同了，今年我可以百无聊赖地躺在沙发上，看着主动献殷勤的弟弟干活。弟弟或许是真的想补偿我，扮演起了宠爱弟弟的好姐姐。我只负责学习、吃饭、娱乐、睡觉，家里大事小事他全负责了。偶尔程叔叔看见了，还会说姐姐太惯着弟弟，他说没事，照顾我习惯了。或许爸妈没了之后，我是他唯一的亲人，亦或者我也是他唯一的依靠。但好景不长，那是大年30的晚上，我们和程叔叔一起吃了年夜饭。吃过饭，弟弟主动去洗碗，我也打算去帮帮他，但被拦住了。程叔叔高兴，喝了些酒，带着嗓子喊道：月月啊，乖，休息去吧，看春晚去。你姐愿意照顾你，你就听话。我到时是没正经看过春晚，今年难得有机会，就去了客厅吃饭。看了个小品的功夫，厨房里传来了弟弟的惨叫。
紧接着，弟弟哭着跑进了卧室，程叔叔也跟着出来。他见到我后，尴尬地干笑2声。我惹你姐姐不高兴了？怎么了？我问。程叔叔想让你姐姐不上学了，来叔叔公司找个闲职。他不愿意，我就说了他2句。我点点头，也是。但是姐姐以前学习很好，最近发生这么多事儿，成绩一时跟不她，肯定不想放弃。这都快高考了，再等等吧。是程叔叔心急了，他笑道：家长是不好当呀，哈哈哈。还是咱们小月月懂事儿，你看吧。我去洗锅，程叔叔进了厨房，我转身进了弟弟房间。弟弟正窝在被子里，我扯开被子，他还在哭。姐，没事。我坐下，拍着他安慰道：咱们现在寄人篱下，别人说你2句，你别往心里去。弟弟只是摇头：你就安心吧，咱以后不靠别人，我养你。我说。弟弟点点头。当晚夜里，我被一声尖锐的叫声吵醒，是弟弟。当我冲进他的卧室时，弟弟正被程叔叔压在身下，弟弟的手脚已经被绑了起来，睡裤被拽掉了一半。叔叔，你干嘛？程叔叔明显喝得更醉了，没有了平时的和蔼可亲，嘴里骂骂咧咧喊道：小贱人装什么清纯？我养你这么久，让我摸摸怎么了？酒醉的人实在太重，我实在拽不动他，大喊道：叔叔，你再这样我报警了。听到报警，程叔叔更来劲了，一把推开我，又继续撕扯弟弟的衣服。报啊，警察来之前，老子也能把你操了。眼看着弟弟就要被侵犯，我只能报警，而弟弟却等不了。不知他什么时候在枕头下面藏了一把刀，他不再挣扎。我眼看着他举起刀，深深扎进了程叔叔的脖颈，鲜血喷到了他的脸上，缓缓浸湿了他的衣服和身体。程叔叔重重地倒在他身上，他死了。我反应过来，和他一起将人翻到一边。警车声响起，弟弟颤抖着握住我的胳膊。怎么办？我杀人了！我杀人了！到底怎么回事？弟弟此刻对我道出了实情。程叔叔一直在性骚扰弟弟，从搬进来没多久开始，程叔叔总是对他动手动脚。起初他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那时他很喜欢程叔叔，和程叔叔关系亲密，但渐渐的程叔叔的抚摸变得不太对劲。当他突然被摸到一些隐私部位的时候，会感觉很奇怪。那是一个深夜，他被尿憋醒，却发现程叔叔坐在自己床边。他被强制地占了便宜，却不敢大喊大叫。程叔叔威胁他们说，知道他的一个秘密。当时程叔叔只是说了一句：我听到你和弟弟在医院的悄悄话了。他顿时汗毛站立。此后他开始听话，想着反正只是摸2下，被摸一摸也没关系，以后考上大学就可以离开这里。直到今晚，程叔叔在厨房说今晚要和他一起睡，弟弟害怕了，他锁上了门，但程叔叔还是进来了。那把刀他已经藏了很久了，就是为了防身用。听完弟弟的讲述，警察也敲响了门。我们没打算逃避，我安抚着浑身颤抖的弟弟，让他尽量保持冷静。我们整理好衣服，走出卧室，面对已经等在门口的警察。你们是谁报的警？警察严肃地问。是我。我挺直胸膛，尽管内心也充满了恐惧，但我知道此刻我必须坚强。我叔叔想要性侵我们。警察们互相对视一眼，随后其中一位年纪稍大的警察走上前来。你们没事吧？带我们去看看现场。我带着他们走进卧室，程叔叔的尸体还躺在那里，地上一滩鲜血已经开始凝固。警察们开始进行现场勘查、拍照、取证，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你们需要跟我们去警局做个笔录。”那位年纪稍大的警察对我们说。我和弟弟点点头，默默地跟随他们离开了这个曾经的家。在警局里，我们详细地叙述了事情的经过，警察们听得非常认真，不时地记录着。我知道他们正在努力还原事情的真相。你们之前有没有尝试过向其他人求助？一位女警察关切地问。我摇摇头，没有，我们害怕，而且程叔叔对我们挺好的，我们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真面目。那你们现在怎么办？另一位警察问。我看了看弟弟，他此刻正紧紧地抓着我的衣角，眼中充满了恐惧和不安。我深吸一口气，坚定地说，我们会坚强地活下去。虽然没有了父母和程叔叔的照顾，但我们会相依为命，一起面对未来的困难。警察们听后纷纷点头，表示赞同和支持。他们告诉我们会尽力帮助我们寻找合适的监护人或者福利机构来照顾我们，直到成年。同时，他们也会将程叔叔的罪行公之于众，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在警局待了一晚上后，第二天我们被安排住进了一家福利机构。那里的工作人员都非常热情友好，他们给我们准备了干净的房间和舒适的床铺。虽然我们还没有从昨晚的阴影中完全走出来，但至少在这里我们感到了安全和温暖。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弟弟逐渐适应了新的生活环境。我们开始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道路，努力学习提升自己。福利机构的工作人员也给予我们很多帮助和支持，让我们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和关爱。几年后，我和弟弟都顺利考入了大学。我们用自己的努力证明了，即使身处逆境，也能够奋发向前，追求美好的未来。而那些曾经遭受的苦难和伤痛，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化，在我们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但也让我们更加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在大学期间，我和弟弟都积极参与各种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努力拓宽自己的视野和增强自己的实践能力。我们也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探讨人生，追求梦想。大学毕业后，我们顺利找到了工作，并开始了新的生活篇章。虽然我们曾经历过种种磨难和困苦，但正是那些经历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勇敢和独立。如今，我们已经走出了阴影，迎来了光明的未来。回首过去那段艰难的时光，我感慨万千。但我知道，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心中有信念、有希望、有爱，我们就能够克服一切困难，走向成功和幸福。而那段经历也将成为我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勇往直前。在那个大年30的夜晚，我和弟弟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巨变。我们失去了亲人和庇护所，但也因此获得了重生。我们学会了独立、坚强和勇敢，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属于我们的未来。而那些磨难和困苦也成为了我们成长道路上的垫脚石，让我们更加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如今，我们已经走出了那段阴影，但那段经历将永远铭记在心。它提醒我们要珍惜生命，珍爱自己，同时也要勇敢面对未来的挑战和困难。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要坚信，只要有信念、有希望、有爱，我们就能够克服一切困难，走向成功和幸福。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和弟弟将继续努力前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回馈社会，帮助他人。我们相信，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同时，我也要感谢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支持过我们的人们。是你们的关爱和支持，让我们走出了困境，重拾了信心。谢谢你们。最后，我想说，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请永远不要放弃希望和梦想，相信自己，勇往直前。你一定能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困难，但只要我们保持坚定的信念和勇往直前的决心，就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实现自己的梦想。我和弟弟的经历就是最好的证明。希望我们的故事能够给更多人带来勇气和力量，让大家相信，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我们肯努力，就一定能够走向成功和幸福。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会继续前行，用自己的经历去鼓励和帮助更多的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心怀希望，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加美好的未来。让我们一起加油吧！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